我真是这世上最悲催的豪门贵女了。成亲前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孩子爹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未婚夫等着娶我，不过还得先喝了这碗黑乎乎的东西。大晋朝，定远侯府里，尖尖听话，把这孽种打掉，等你养好身子，我就娶你。我垂眸盯着碗里翻滚的药沫，1个多月前的事突然涌进脑子里。那时我在梁王府参加宴会，就多喝了2杯酒，头立刻晕得厉害，想找个安静地方醒酒，可刚到花园就被人死死按住，没了清白。更荒唐的是，我才答应宋玉的求亲，就查出怀了孩子。救命啊！这是第几次重开了？怎么又是这种天崩开局？不行，我找脐带，自己勒死得了。稚嫩的声音突然在耳边炸开，我猛地抬头，撞进宋玉温柔的眼神里，仔细看，他眼底藏着一丝没人察觉的急切。见我不动，他又往前递了递药碗，尖尖，趁热喝，凉了伤身体。我摇了摇头，闻到药味，胃里又一阵翻腾。我摸了摸平坦的小腹，孩子还不到2个月，连形状都没长出来，怎么会说话？肯定是这些天被流言和孕吐搅得太乱，才出现了幻觉。冷静，别慌，再理一遍剧情。怎么冷静啊？要不是手没长开，我都想给娘2拳。重开99次了，还是逃不过喝打胎药的命。整整99碗，我都被腌成小苦瓜了。吐！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尖尖听话，喝药。宋玉的语气硬了几分。我为了娶你，跟家里闹得翻天覆地，全京城的人都在笑我娶了个残花败柳。我不在乎你没了清白，但你不能带着孽种进我们宋家的门。尖尖，就当心疼我，喝药吧。放屁！狗男人真会演，明明是你下的药，想趁机毁了我娘，再顺理成章娶她，夺走定远侯府的家产。又是那个奶乎乎的声音，这次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可转头看了一圈，屋里只有宋玉和我同父异母的妹妹盛弯弯2个人。姐姐看什么呢？盛弯弯突然开口，嘴角撇出一抹嘲讽，难不成还在想那个野男人？你现在这残花败柳的身子，能嫁给表哥已是天大的福气，好好珍惜吧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坏女人，我爹可是摄政王，比这渣男强100倍都不止。娘亲别信，他俩就是一对狗男女。我的嘴角抽了抽，这小奶团子声音倒清亮，骂起人来却半点不留情。摄政王陆林渊就是那个传闻中杀人如麻，还因为早年打仗伤了根本不能人道的煞星，怎么会是他？我的心跳突然加快。那天梁王府的宴会上，明明听说陆林渊在边关督战，根本不在京里，怎么会和他扯上关系？我强压下心里的疑惑，冷冷瞥了眼盛弯弯，又看向脸色骤变的宋玉。我这般残花败柳，不敢高攀表哥，咱们还是退亲吧。宋玉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变卦，先是愣了愣，接着眼底闪过一丝怒气，瞪了盛弯弯一眼。弯弯，少说2句。他转向我时，语气又软了下来，带着点恳求，别赌气，再有半个月就是咱们的大婚，喜帖都发遍京城的勋贵人家了，你忍心让我的付出全白费吗？装，接着装，你是沃尔玛塑料袋啊？这么能装？天杀的狗男人，你是怕退了亲不能吞掉家产，知觉户吧？老天啊，重生99次都穿成同一个摊儿，我该怎么办？救救孩子吧！付出！我冷笑一声，表哥的付出是指在梁王府递那杯梅子酒，还是指我怀孕后立刻端来的这碗堕胎药？宋玉的脸刷得白了。尖尖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见他这样，我往前迈了一步，越发相信小奶团子的话，怀疑的种子飞快生根发芽，瞬间串起了所有不对劲的地方。表哥，不妨说说，那天宴会上你怎么会刚好出现在我出事的地方？宋玉的脸彻底没了血色，盛弯弯也慌了，急忙站起来打圆场。姐姐，你疯了！表哥是担心你才去找你的，你怎么能污蔑他？污蔑，这叫戳穿。等等，我这傻娘亲怎么突然变聪明了？不对劲，我心里一紧，现在完全相信腹中孩子的话了。表哥，你要是发现我不在席上，怎么不让我母亲或者妹妹来找我？你亲自来，孤男寡女的，要是被人看见，不也是毁我清白？宋玉张了张嘴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一向蠢笨的我竟会突然变得这么敏锐。宋玉喉结滚了滚，慌乱中扯出个勉强的笑。我当时怕你出事，哪顾得上这些？再说，尖尖，我是关心则乱啊。梁王府守卫那么严，表哥怎么就断定我会出事？我冷笑。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吓人的喊声：“大小姐，摄政王府来人了！”说王爷要见您。屋里瞬间没了声音。宋玉瘫坐在椅子上，盛弯弯惊得捂住了嘴。我摸着小腹，耳边响起小奶团子兴奋的声音：“爹来接咱们啦！”这次剧情不一样啊，有搞头。那我在浅多活2分钟。我心里一紧，陆林渊这时候找我是为了孩子，还是另有目的？盛弯弯往前挪了半步，故意挺了挺胸脯。我姐姐如今名声在外，你们确定摄政王要见的是我姐姐，不是我？噗！
这姐们脸皮是用城墙砖做的吧？厚到能防弹了。小奶团的声音满是嫌弃，还带着点奶乎乎的吐槽，给我娘提鞋都嫌你手笨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啥样。我冷眼看着盛弯弯，只掀了掀唇角，微微一笑，手轻轻摸了摸小腹。小厮显然没料到盛弯弯会突然插话，愣了愣，二小姐，摄政王指名道姓要见的是大小姐。哇哦，我爹这波英雄救美来的也太及时了吧！梦中情爹，小奶团激动的差点破音，小奶音里全是雀跃。盛弯弯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，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似的，卡点。宋玉见状，微微皱起眉，尖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又怀着孕，摄政王素来不好相处，不如你先回房休息，我替你去瞧瞧是怎么回事。娘，别听这渣男的！小奶团急得直拽脐带，错过我爹这个钻石王老五，不，陆老五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我瞥了眼宋玉，语气平静却字字带刺，你替我去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惹怒了摄政王，你们宋家担待得起吗？宋玉脸上的关切瞬间僵住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敢接话。谁不知道摄政王陆林渊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，真要是贸然提剑，惹恼了那位煞星，别说宋家，就连盛家都可能被连累。我看着他慌乱的模样，眼底掠过一丝冷意，表哥要是真为我好，就该明白王爷照我自有深意，旁人替不得。盛弯弯咬了咬唇，提着裙摆跟上来，姐姐，我陪你去。听见这话，我唇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好啊，妹妹想陪就跟着吧。娘你糊涂啊，这坏女人肯定没安好心。小奶团的声音满是慌张，像只炸毛的小奶猫，还是姐姐疼我。盛弯弯立刻换上一副亲昵的样子，上前想挽我的胳膊，却被我不着痕迹地避开了。前厅里，陆林渊端坐着，玄色锦袍衬得他肩宽腰窄，墨发用玉冠束起，漫不经心地敲着桌案。他明明没说话，却透着一股无形的威压。我刚进门，他就抬了眼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鼻息间那股熟悉的龙涎香悄悄漫开，和梁王府那夜我昏沉中闻到的气息一模一样。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，指尖下意识攥紧了裙摆。娘，快看我爹，简直是极品中的极品，比那个3秒男强100倍都不止。小奶团的声音满是花痴，快对视啊，眼神拉丝，懂不懂？被小奶团这么一提醒，我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，连忙错开了视线。这时盛弯弯却眼含秋波地看向陆林渊，声音也比平时甜腻了几分。陈女盛弯弯给王爷请安。陆林渊连眼皮都没抬，只看向我，声音低沉，坐。我一言坐下，盛弯弯却依旧捏着嗓子说，王爷要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您可千万别见怪，她呀还怀着身孕呢。我声音冷冷的，妹妹逢人就说我有孕的事，是也想自己怀一个吗？盛弯弯尴尬的愣了愣，姐姐，你不愿意喝堕胎药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在摄政王面前炫耀未婚先孕的丑事呢？而此时陆林渊的眼底泛着森森寒意，他抬眼看向盛弯弯，声音冰冷，堕胎药。盛弯弯被这眼神吓得浑身发颤，硬着头皮解释，都是为了姐姐好，她怀着这个野种嫁不出去的。你才野种呢，你是真的野种，不信问你娘。我微微一怔，信息量有点大，难道程弯弯不是爹的血脉？野种？陆林渊嗤笑一声，眼底泛着杀意，可他却转而看向我，那盛大小姐为何不喝？我眼底没有半分胆怯，只有护着腹中孩子的坚定。我的孩子，我自然要护着，为何要喝那堕胎药？陆林渊盯着我，眼底的寒意竟悄悄淡了些，多了丝没人察觉的探究，有几分骨气。你就不怕这孩子真会让你一辈子嫁不出去？那是我的事，不劳烦殿下操心。我抬手抚上小腹，我的孩子绝不能任人糟践，何况……我话锋一转，眼神扫过盛弯弯惨白的脸，孩子的父亲未必是不负责任的人。娘，会说你就多说点，爹都快被吊成翘嘴了。姐姐别犯傻，那野男人若是真有心，怎么还不来寻你？你怀有身孕的消息满京城都传遍了，也就表哥愿意娶你，坏女人做大死。哈哈哈，我爹脸都气绿了。表哥既然这么好，不如妹妹你嫁给他吧，我跟他的这桩婚事已经作废了。程弯弯瞬间炸毛，尖声喊道，作废？你喜帖都发遍京城了，你要是悔婚，宋家的脸往哪搁？盛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谁还要你跟肚子里的野种？他扑过来想拉我的胳膊，却被陆林渊一个冷眼逼得顿在原地。野种？本王的孩子怎么就成了野种了？爹，我宣布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给你打扣。这话一出，整个前厅瞬间静的能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盛弯弯张大了嘴，半天合不上，脸色更是一阵青一阵白。我也愣了，抬眸看向陆林渊的侧脸，心跳快得像要蹦出嗓子眼。他就这么承认了？盛弯弯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王爷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我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您的。陆林渊并没有搭理他，而是盯着我。本王那日之后便返回了边关，
战事紧急，未能及时回来，这才让盛大小姐饱受流言蜚语。那日之事是本王的责任，这1万两黄金你先留着养胎。我还没开口，盛弯弯却极度的面色涨红。王爷的好意，我姐姐实在无福消受。那日之事，她也有责任。再说了，她马上就要嫁给表哥了，不能生下这个无名无分的孩子。爹，快撕烂他的嘴，别让他再污蔑我娘。那天你俩都被下药了。我微微皱眉，本就疑惑，陆林渊一向不近女色，为何会突然失控？如果2人都被下药了，那就解释得通了。陆林渊冷冷一笑，盛二小姐倒是提醒我了。原本我听说盛大小姐定亲了，只准备了这1万两黄金安胎用，如今倒是不够看了。要是盛大小姐愿意嫁给本王，本王这就回去准备聘礼。娘，快答应他，我爹又帅又有钱，还护着咱们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要是留在家里，不一定能保住这个孩子，何况这孩子确实需要个名分。我愿意。好，陆林渊的眼睛瞬间亮了，语气都轻快不少。我明天就进宫请旨，再来盛家下聘，一定让你风风光光嫁进摄政王府。太好了，咱们以后就是摄政王府的人了。小奶团的声音满是雀跃，我以后就是小郡主了，想想都觉得威风。终于不用吃不饱穿不暖，还被人打骂了。王爷，我看了看门外站着的侍卫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陆林渊却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对着门外喊：秦风，未来王妃就交给你照顾，要是有人敢伤害她，格杀勿论。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虽然我是侯府大小姐，但母亲去世后，我那个入赘改姓的爹又娶了盛弯弯的母亲宋兰心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信任。我怕盛弯弯和宋玉来硬的，有秦风在，他们肯定不敢乱来。等陆林渊走后，我扶着腰慢慢起身，秦风像影子一样跟在身后，宋玉躲在廊柱后面，眼神怨毒地瞪着我，可被秦风冷冷瞥了一眼，就吓得赶紧缩了回去。呸！渣男还敢瞪，再瞪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我回到自己的小院，躺在床上想闭目养神，可今天的事太离奇了，根本睡不着。傍晚时，赴宴回来的盛怀安和宋兰心得知消息，过来探望，却被秦风拦在了门外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我的闺房。我看了看脸色复杂的父亲和继母，挥了挥手，秦侍卫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宋兰心一进门就反手关上房门。盛怀安还是那副没好脸色，谁让你退亲的？你这样不是让人说我们攀附权贵吗？宋兰心立刻上前，假惺惺拉住盛怀安，老爷，尖尖还怀着孕呢，别吓着她。不过尖尖啊，听娘一句劝，那摄政王阴晴不定，这么大年纪府里连个女人都没有。娘听说他有龙阳之癖，你好好的侯府千金，吃穿不愁，何必去受那个委屈？月儿对你一片真心，就算你失了清白也不嫌弃。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啊！老巫婆别装了，我娘的名声就是你败坏的，你就是想让我娘嫁给宋玉，好吞了盛家的家产。老东西，坏透了！我猛地睁开眼，唇角勾起一抹冷冽的笑。母亲何必听信谣言？秦侍卫，你家王爷是不是好难色？不如跟我说说。宋兰心脸色骤变，伸手想捂我的嘴，却被我侧身躲开。门外的秦风声音像惊雷般响起：回大小姐，我家王爷清心寡欲，一心只想着国事，绝不是坊间传的那样。姬夫人凭空捏造王爷的是非，属下一定如实禀报王爷。就是我爹性别男，爱好女，是24K 纯爷们，别禀报王爷。宋兰心慌的声音发颤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我就是听外面人说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倒是盛怀安气冲冲地瞪着我，不孝女，你母亲那是关心你，你却想害她。爹，我只是怕母亲被骗了，还好母亲只在家里说说，要是在外面乱传王爷的谣言，那母亲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我冷声说道。盛怀安一直不喜欢这个女儿，不仅因为她性子顽劣，更因为她是自己的耻辱。盛尖尖，摄政王这门婚事我不同意，宋家的聘礼我们都收了，临近婚期反悔，不是君子所为。我盛怀安绝不是言而无信、攀附权贵的人。对，您当然不是，您入赘盛家是因为喜欢我娘。我回怼道，但我的婚事恐怕由不得您，毕竟我可做不出珠胎暗结还给丈夫戴绿帽的事。我笑眯眯看向宋兰心，母亲，您说是吧？宋兰心肉眼可见的慌了起来。我勾了勾唇，看来盛弯弯的身世真有问题。宋兰心悄悄攥着帕子，强装镇定，可一开口声音就止不住发慌。尖尖，你别胡说，什么珠胎暗结、戴绿帽，这话传出去，咱们盛家的脸都要丢尽了。盛家的脸，我淡淡一笑，我嫁给摄政王当王妃，不是给盛家贴金吗？怎么你们反倒不愿意了？宋兰心勉强挤出一副关切的样子。尖尖，娘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能当王妃自然风光，可那摄政王是什么人？京城里谁不说他冷酷寡情，连个姬妾都没有，指不定哪天就厌弃你了。他上前半步，想拉我的手，
却被我不着痕迹地避开。宋兰心眼底闪过一丝怨怼，又很快掩饰过去，声音放得更柔。再说，你怀着身孕嫁过去，要是王爷以后再纳新人，你这正妃之位能不能坐稳还不一定。玉儿就不一样了，她对你一片痴心，就算你怀着孩子也愿意娶你，这才是真心待你啊。喜欢个屁！这渣男是冲着我外祖母留给我娘的家产来的，老巫婆还在这儿破我娘，当谁是傻子呢？小奶团的声音炸响，奶音里满是火气。我忍着笑，慢悠悠开口：母亲说的有道理，可我跟表哥没缘分，他这么好，不如让妹妹嫁给他，刚好亲上加亲，那怎么行？宋兰心想都没想就喊出声，话刚说完就知道糟了，赶紧圆场：尖，玉儿心里只有你，弯弯怎么能抢姐姐的婚事呢？抢，说的好像我娘多稀罕似的，明明是宋家快破产了，想拿我娘的嫁妆填窟窿，宋家现在穷的都要当裤衩子了，还在这儿装大款呢。我眼底的冷意更浓，可我不打算当面拆穿宋家的事，因为我有个更好的主意。我故作深沉地叹了口气，原本我还想着，要是嫁了摄政王，父亲的官职或许能再升一升，可母亲说的也不无道理。余光扫过一旁沉默的盛怀安，见他指尖悄悄攥紧了100，眼底闪过一丝动摇，我心里就有了数。我故意顿了顿，语气带着几分惋惜，毕竟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待了这么久，要是能得摄政王照拂，以后在朝堂上也能更体面些。可母亲说表哥更可靠，想来是我考虑的不周全。你这孩子，盛怀安果然按捺不住，摄政王是你想嫁就能嫁的，还得看明天能不能请下赐婚的旨意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也早些歇息。宋兰心不解地看向他，老爷哟，这老渣男爹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刚才还帮着老巫婆说话，一听见能升官，立马就倒戈了。我忍着笑，脸上却摆出为难的样子。可母亲说表哥对我一片痴心，我要是选了摄政王，岂不是辜负了表哥？再说咱们收了宋家的聘礼，现在悔婚传出去，父亲还要落个言而无信的名声，反而影响仕途。盛怀安脸色更沉，狠狠瞪了宋兰心一眼，聘礼的事不用你操心，老巫婆这下没辙了吧？渣爹眼里只有官帽子，哪还管他和宋家的死活？小奶团笑得欢快，娘你这招太绝了，你好像开始长脑子了。我看着宋兰心憋屈的模样，眼底冷意更甚，却还是放缓了语气。要是摄政王真请下赐婚旨意，我不嫁就是抗旨，抄家灭族的罪过咱们盛家担不起。可宋家的聘礼早就收了，现在贸然退回去，要是宋家闹到官府，说父亲言而无信，攀附权贵，父亲的仕途岂不是要毁于一旦？我顿了顿，看向宋兰心发白的脸，话锋一转，表哥既然对盛家这么有情义，连我怀了孕都不嫌弃，那妹妹嫁过去，他肯定不会亏待，这样既保全了宋家的颜面，又解了咱们盛家的困局，还不用担抗旨的风险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哇，娘这话说的太绝了，把所有路都堵死了。看老巫婆怎么反驳。小奶团兴奋地在肚子里翻滚跳跃，渣男贱女所死，别再祸害别人了。宋兰心被这番话堵得胸口发闷，这怎么能行？我挑了挑眉，怎么不行？母亲一直说待我和妹妹一样，怎么宋家我能嫁，妹妹就嫁不得？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？宋兰心被问的后背直冒冷汗，声音发颤的辩解，哪有什么猫腻，就是玉儿她不会同意的，她想娶的是你。我淡淡一笑，母亲放心，明天我就去宋家跟表哥说清楚，顺便把聘礼退了。要是表哥愿意娶妹妹，那是最好，要是不愿意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，总比现在左右为难强。盛怀安琢磨着这话，点了点头，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兰心，你明天跟尖尖一起去，好好跟宋家谈，别闹得太僵。宋兰心哪里敢去，可看着盛怀安不容置疑的眼神，又不敢拒绝，只能咬着牙应下。是。小奶团笑得欢快，娘你太牛了，这波操作直接把老巫婆逼到绝路了。我轻轻抚了抚小腹，看着宋兰心转身离去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。这只是开始，前世的债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秦风的声音：大小姐，王爷让人送来了一些补身的燕窝，还说让您别太劳心，有什么事尽管找他。哇，我爹也太贴心了吧，肯定知道盛家的东西不能吃，我都要饿扁了。我心头一暖，秦侍卫，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？我犹豫着开口。秦风拱手，大小姐尽管吩咐。要不是听了腹中小团子的话，察觉到府里的人都信不过，我也不会麻烦秦风。但现在我必须得再添一把火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冷光，语气却很平静。秦侍卫，劳烦您去查探下宋家是不是真有外债，欠了哪些人，数目多少，要是属实，就悄悄透些消息给那些债主，说宋家最近要靠联姻翻身，让他们不妨催得紧些。娘这招太妙了，釜底抽薪啊，让债主把宋家逼得走投无路，渣男只能娶贱女了。秦风眼神一凛，瞬间明白了我的用意，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只是大小姐留在这里，属下担心。放心，我淡淡一笑，
他们知道我怀的是摄政王的孩子，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伤我分毫。第二天我醒来时，晨光刚漫过窗棂，指尖刚碰到小腹，就听见小团子兴奋的声音：娘，快醒醒，秦侍卫肯定把事儿办成了，今天宋家指定要乱套了，再不起我爹带着圣旨就来了。我刚收拾好，院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秦风快步进来，神色带着几分喜色：大小姐，王爷请来了赐婚圣旨，此刻正在前厅，让您过去接旨。我整理了下衣饰，跟着秦风往前厅走，刚到门口就听见盛怀安谄媚的声音：多谢公公远道而来，快请坐。尖尖，快过来接旨。宋兰心站在一旁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双手死死攥着帕子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陆林渊竟然真的请来了赐婚圣旨，这下彻底断了他的念想。传旨公公见我来了，清了清嗓子，展开圣旨宣读起来。我跪地接旨，声音清亮：臣女接旨，谢主隆恩。耶！圣旨到手以后，娘就是名正言顺的摄政王妃了。老巫婆这下彻底没辙了，看她还怎么挑拨。接完圣旨，传旨公公又道：王爷还说婚期定在1个月后，这段时间会派人来盛家，照料大小姐的起居，确保大小姐安胎无忧。盛怀安连忙点头哈腰：多谢王爷体恤，多谢公公。送走传旨公公，他转头看向我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尖尖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宋兰心看着这一幕，心头又酸又恨，却不敢多说一个字。我看着盛怀安谄媚的嘴脸，只淡淡一笑：爹爹，圣旨已下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宋家啊？去宋家？盛怀安愣了愣，随即连声道：你现在不适合去宋家，还是让你母亲过去一趟吧。他现在只盼着我安安稳稳嫁去摄政王府，可不想节外生枝。我没理会盛怀安，只道：有些事得我亲自去了断。说罢，我便带着秦风往外走。宋兰心脸色惨白，却被盛怀安冷冷地瞪了眼，还不跟上。宋家本就只是个生意惨淡的小商户，这些年全靠盛家扶持，才勉强撑着门面。以前我来，宋家人总是前呼后拥，热络的不行。可今天我刚到门口，就觉出不对劲。朱漆大门半掩着，门口连个迎客的仆役都没有，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冷意。显然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嫁摄政王的消息，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。尖尖，要不你还是回去吧，他们有气就冲着我一个人发，别伤了你。宋兰心说道：母亲处处为我着想，我怎么能让母亲独自面对呢？我笑了笑，继续朝里走。我当然不能走，我还没促成盛弯弯和宋玉的婚事，没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怎么能走呢？宋玉的母亲李氏端坐在主位，她冷眼看着我，语气不善：盛小姐大驾光临，是来炫耀要嫁摄政王了。我们宋家小门小户，可受不起您的拜访，可怜我们玉儿一片真心，真是不值得。哼，老钱婆还敢摆脸色，要不是靠盛家，宋家早喝西北风了。小奶团的声音满是不屑：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99次重开跟你也脱不开干系。我迎着李氏的冷眼，非但没恼，反而缓步走到厅中椅子上坐下。舅母这是还在生气呢。也对，盛家欠您一个儿媳妇，自然不能抵赖，您看弯弯如何？李氏看了眼宋兰心，姑嫂俩早就商量好了，弯弯当然好了，可是尖尖你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玉儿想娶的是你，我们下定的也是你，换成弯弯不合适吧？哎呀，谁叫人家是摄政王呢？咱们小门小户自然比不过，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罢了。圣旨已下，宋家也知道无力回天，只是见我高价没捞到好处，心里不痛快罢了。我淡淡一笑，原本我还想着，若是弯弯嫁给表哥，我就为她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，看样子怕是要再等一等了。李氏抿了抿唇，让儿子娶盛家的人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比起一个被别的男人破了身子的残花败柳，程弯弯显然更合适，而且盛家以后的东西都是程弯弯的。宋兰心可知道娘家是什么德行，哪里舍得让女儿嫁进火坑？她表面在笑，话里却满是警告：弯弯还小，大嫂，这件事真的没办法，您放心，尖尖一定不会让他表哥受委屈的。当然不委屈了，原本想着我嫁进摄政王府有多少抬嫁妆，就给妹妹多少抬，既然母亲不同意，那就算了。我摊了摊手：不啊，娘，你要给盛弯弯添嫁妆，她配吗？李氏听得心动，那嫁妆肯定不少，宋家要是拿了，就不用再被债主追着要债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的小厮慌慌张张跑进来报：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说是要少爷还钱，